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视频是什么感受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发烧友说烧到最后烧的都是房子。在讲幕布和投影仪之前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先讲清楚黑化和环境。声音需要声学空间，越好的投影也越需要好的黑化空间。早在第1期视频就已经讲过，显示设备在不同的环境光下带来的沉浸感、视觉感也是不同的。而投影一开始就是为影音室设计的产品，相比电视的一大优势就是有着极致的沉浸感，即使是在拉上窗帘的环境下，房间的反光也一样会打破这种真实感。即使是对比度高几十倍的 GVC， 在有其他光源影响的环境下，都会极大的损失画面的效果。那这是群有小空间不做黑化的效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很多人说租房客厅做不了黑化，了解我的都知道，我也是常年小空间的租房党，刚好我有套和他差不多的房间，咱们这期就花200元稍微改造一下。在经历了很多次的家访、搬家折腾后，我大致总结了以下几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就是空间加上装修，这种方案的好处就是颜值拉满，不用做那么多黑化，通过空间就可以衰减掉很多亮度。缺点就是价格也拉满了。这里有个误区啊，装修不一定非要使用黑色，像大部分电影院使用的都是暗色，但因为不是吸光布，加上电影院空间比较局限，所以电影院的效果也做不到特别的理想。但相比没有做黑化的家庭环境，沉浸感还是要强上不少。第二种方案就是贴墙纸，尤其是画面这面墙啊，无论你是使用电视还是投影，我都强烈建议至少这面墙要做成黑色，能极大的提升视觉的效果。墙纸的优点就是价格极低，颜值也还算比较在线，就是退租的时候赔了几千块钱。第三种也是目前最多人选择的黑洞布方案，效果最好，缺点就是颜值比较一般。那黑洞布也分3、6、9等，某宝的好处就是非常的便宜，最便宜的群友说只要30块钱就可以搞定啊。那有兴趣的也可以去问一下，我自己买的几款发现都非常的薄，所以颜值和吸光效果也都偏差。目前发烧友大部分买的还是悟空的黑洞布，效果最好，但价格也最贵。因为家境贫寒啊，又经常搬家，所以我权衡下来还是使用某宝的吸光布，价格中等，因为比较厚，平整度也算是比较在线，非常适合我这种临时钉在墙上，拿下来也不会有太大损伤的。使用下来吸光效果也相对还算不错。如果你像我一样不想全屋黑化，那就尽可能的接近画面的周围，既可以最大化的减少画面的反射，也不会那么影响家庭的和睦，甚至还能减少开灯对画面的影响。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可以做一个吊顶，能极大的提升颜值和视觉的效果。我租房的方案就是钉在墙上，为了方便大家看到，我使用的都是白色的钉子。天花板这里我主要使用的是魔术贴加一个伸缩杆，地面我是没做的。可以看到我本来两边都是白墙和柜子，加上空间小，反光还是比较严重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已经做了黑化，但依旧吃不消你的亮度，那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大的空间去衰减画面亮度对四面墙面的影响，或者降低功耗，以便优先保证画面的真实感。那这是我做黑化和不做黑化的前后对比，无论是效果还是视觉提升都是比较大的。黑化绝对是性价比收益最高的方案，没有好的环境，无论多好的机器都必然会损失对比度，这也是很多人画面会灰灰的原因。剩下的黑洞布不要扔啊，贴在机器上还可以解决漏光的问题。解决了黑化，我们再来讲一下幕布。提升最大的就是增益幕。增益幕特别好的一点是在提升亮度的同时，也不会像高亮度机一样照亮房间。但并不是宣传有多少增益就是有多少增益啊。上面这款是6000元的增益幕，而下面的是400元的海信光子幕。逛了很多的品牌，发现大家的幕布都是1.1增益起步了，给我的感觉就和投影仪互相攀比虚标对比度一样。如何辨别呢？没有增益曲线，也没有可视角度问题的，很大可能都是没有增益的。然后说一下目前我个人最推荐的几款幕。第一款是 OS 2.7 增益的旗舰 HF102， 因为是回归型，所以画面没有不均匀和热噪的问题。这个幕基本上除了贵没有任何的缺点，因为这个幕价格实在是太贵了，基本上都要3、4万起步，咱们这边就不展开说了。第二个就是大家一直想让我测的时光 6.0 幕，这个幕布的收益实在是太逆天了。我在106寸下用几千元的投影仪，峰值亮度达到了2300尼特，注意是尼特不是流明，亮度整整翻了12倍。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美式106寸的旗舰增益幕，价格还要比时光 6.0 贵上很多啊。我们现在就把它升上去对比一下时光 6.0 看看怎么样。6.0 幕布的价格是1000元一屏，和普通幕比很贵，但在增益幕中性价比非常的爆炸。由于相机宽容度的问题啊，拍出来会有点过曝。我们放大相机光圈，相当于人眼放大瞳孔，现场对比看到的效果就是这样啊，真的是非常的夸张。讲完了优点，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幕布的缺点。框架的做工和品控还是比较
差的，有点几百元荆轲的感觉。第二个问题就是幕布的竖纹是比较重的，在散斑明显的场景下，竖纹也是比较明显的，画面会有一点脏脏的感觉，应该是固化剂加太多了。还有就是大家关心的增益幕会不会加重散斑的问题，增益幕并不会加重散斑，但因为亮度高了，不但是散斑，幕布上有一点脏了，都会被明显放大。那这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幕要加这么多固化剂的原因，哪里脏了直接擦就完事了。第三个问题就是增益幕都有的安装问题了，那这是不同位置观影的亮度，人眼距离镜头越近，视觉亮度就会越高，幕布尺寸越大，皇帝位的范围角度也就越大。这个幕主打的就是尺寸越大收益越大。需要注意的是，亮度高了也会影响画面的颜色，因为大部分投影出厂都是按照 1.0 白幕调教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买灰幕和抗光幕的原因。后面我也会单独做一期给大家看一下不同幕布上的色温和颜色的差异。整体来说，亮度提升对画面和视觉对比度的提升都是非常巨大的，包括刺眼的阳光感，还有之前看不到的暗部细节，因为亮度高了也都能清楚的看到了。就是这个亮度看多了眼睛可能有点受不了啊，具体是减功耗还是上大尺寸还是摆高点，就看个人去调整了。最后一个比较推荐的就是海信和坚果的幕布了，为了普及3色激光啊，这两款都是成本价在卖的，也属于是诚意满满了。海信的价格只要499起跳，买机器还减100。坚果的幕布宣传 1.5 的增益，并且还支持侧投。这两款幕布我体验下来，对3色激光的提升都是蛮大的，消散斑也可以让画面变得更加的通透。因为催更的比较厉害啊，这次就先不做对比了。如果你的需求在120寸以下，那这两款幕布加3色激光绝对是最具性价比的投影仪方案。然后就是使用幕布还是白墙的问题，如果你的白墙效果不是很差的话，更换非增益的幕布也并不会带来很大的提升。第一期视频我就已经帮大家对比过了，很多白墙是能做到接近 1.0 的，很多几百元的幕布可能还不到 1.0 的增益，或者平整度还不如白墙，所以才有了便宜幕布还不如白墙的说法。具体哪个好还是要看你白墙的情况，预算有限的也没有必要太纠结，买之前最好先找厂家要个小样对比一下，有个黑边或者幕布在视觉和颜值上还是要更好一些的。还有一些入门口碑比较好没有提的幕布，比如说毅力、影辉、美式，这也是很多大佬都推荐的。几千元的毅力和美式在上面的视频里也都给大家对比过了，很多东西其实就是不透明，没有人说实话而已。这3个品牌主要买的就是做工和平整度，毅力在某鱼上2000元内就可以搞定。毅力 SKT 系列是有很多展会在用的，美式大纯屏幕是有很多导演在用的。国内热门的高端幕主要是 OS 和哈克尼斯，我个人更加推荐 OS 一些，整幕全进口也没有热噪和不均匀的问题。至于抗光幕、硬幕也是在之前的视频就已经讲了，100寸就进不了电梯了，画框我买的140都可以进电梯，3000多买的菲涅尔光上下搬运就花了600，看了不到1周，想700块出二手，出了好几个月都出不掉。可是角度问题也还算可以接受，问题它是真的偏色啊。那我也是问过有几万和10几万校色仪器的大佬们，都表示接受不了这个颜色。投影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尺寸舒适的画面和极致的沉浸感，那抗光幕这几点明显都满足不了，晚上看不如买白软，白天看不如买电视。如果你主要的需求不是沉浸感，而是白天看，那还是建议能多考虑电视。 OK， 那以上就是我折腾了4、5年的全部经验了。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和建议，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交流。本期点赞超过100，我就斥巨资从装修开始折腾一套高性价比高颜值的家庭影院出来。那么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